夏普比率，一个在投资世界中响当当的名词，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夏普在1966年提出的。这个比率是衡量投资绩效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对比投资回报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差异来评估投资的风险，调整回报。简单来说，夏普比率高意味着投资者获得了更高的风险调整回报。它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投资者和基金经理评估投资组合的方式，使得风险管理变得更为科学和精确。夏普比率的核心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量化的方法来平衡收益与风险，这对于任何希望最大化投资效益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的普及也促使了整个金融行业在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方面的进步。不过，正如所有的金融工具一样，夏普比率并不是完美的，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给出误导的信息，特别是在极端市场条件下，或对于那些收益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投资组合。让我们来详细探讨夏普比率的更多细节。首先，它是如何计算的？夏普比率等于投资组合的预期回报率减去无风险利率，然后除以投资组合的标准差，也就是风险。这个比率越高，意味着投资者每承担一单位风险，可以获得更多的额外回报。美国是夏普比率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之一。在美国，金融机构和投资经理广泛应用这一指标来评估和比较不同投资组合的绩效。例如，在选择合适的共同基金或对冲基金时，投资者和顾问会参考夏普比率来确定哪些基金在承担了相似水平的风险后能提供更好的回报。那么，为什么美国等国家会广泛使用夏普比率这类政策呢？首先，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量化投资的风险和回报。这对于风险意识日益增强的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其次，随着金融市场的复杂化，传统的投资评估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投资者的需求，而夏普比率正好提供了一种更精细化的分析工具。使用夏普比率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帮助投资者和基金经理更好地理解和管理风险，还促进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然而，它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过分依赖于历史数据和对极端市场状况的反应不足。这些挑战提示我们在使用夏普比率时，需要结合其他工具和方法，以获得更全面的投资视角。综上所述，夏普比率是金融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仅帮助投资者量化风险和回报，还促进了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并在实际应用中谨慎行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探讨夏普比率的应用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美国在引入这个指标时的经济背景。美国作为夏普比率应用最为广泛的国家之一，其在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环境为这一指标的采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金融市场日益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数量的增加，对投资效率和风险管理的需求日益强烈。人们开始寻找更为科学和系统的方法来评估和比较不同的投资组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夏普提出了夏普比率这一概念。夏普比率的提出可以说是对当时美国金融市场复杂化和专业化趋势的一种响应。美国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综合考虑收益和风险的评估工具，而夏普比率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和管理投资风险。具体来说，美国金融市场在应用夏普比率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这一指标来优化投资组合。例如，基金经理会利用夏普比率来评估不同资产组合的绩效，从而进行更加精准的资产配置。投资者则通过比较不同投资组合的夏普比率来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最优的投资方案。此外，美国的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也在夏普比率的推动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监管机构开始要求金融产品提供更加透明和全面的信息披露，包括投资组合的夏普比率。
以便投资者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金融市场的交易模式也因此变得更加注重长期绩效和风险控制。然而，虽然夏普比率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认可，但它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挑战。例如，一些批评者指出，夏普比率过分依赖历史数据，可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市场变化。另外，对于那些收益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投资组合，夏普比率可能无法提供准确的风险评估。尽管如此，夏普比率在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投资风险和收益的看法，还促进了金融分析方法的发展和创新。正是这样的影响，使得夏普比率成为了衡量投资组合效益的一种金标准。总的来说，夏普比率在美国的应用反映了当时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和投资者的需求。它的出现不仅提高了投资决策的质量，也促进了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挑战，但夏普比率无疑为现代金融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演变，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普比率和类似的工具将继续在投资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继续深入探讨夏普比率在美国被广泛应用后，对该国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投资决策的方式上，更深刻地反映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上。首先，夏普比率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市场效率。在此之前，投资者和基金经理在评估投资组合时，往往更多地依赖于直观判断和历史业绩。夏普比率的引入为投资决策提供了一种量化的、基于风险调整的衡量方法，这使得投资者能够更科学地评估和比较不同投资组合的绩效，从而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随着这种方法的普及，市场上低效率的投资组合被逐渐淘汰，而高效率的投资组合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资金流入。其次，夏普比率的应用也促进了金融创新和产品多样化。在夏普比率成为评估标准后，金融机构开始设计和推出更多基于风险调整收益的投资产品。例如，各类指数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市场对高夏普比率产品的需求。这些新型金融产品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使得市场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再来，夏普比率的广泛应用也对市场风险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夏普比率的指导下，投资者和基金经理开始更加重视风险控制，他们不再仅仅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而是更加注重在承受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实现回报的最大化。这种转变使得市场整体的风险水平降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得到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夏普比率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例如，由于夏普比率强调历史数据，它可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市场变化，特别是在极端市场条件下。此外，对于那些收益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投资组合，夏普比率可能无法提供准确的风险评估。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在使用夏普比率时，需要结合其他工具和方法，以获得更全面和准确的投资视角。总而言之，夏普比率的引入和应用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投资决策的方式，提高了市场的效率和透明度，还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任何金融工具都有其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谨慎和灵活处理。未来，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演变和技术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普比率将继续在投资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会不断被改进和完善。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夏普比率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美国，它对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其他国家的投资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投资理念的转变上，也显现在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监管政策的改革中。首先，在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地区，夏普比率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金融产品的评估和投资决策中。例如，在欧洲，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投资者和基金经理开始更加重视投资组合的风险调整绩效。
夏普比率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评估标准，被广泛用于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产品。在亚洲，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成熟，夏普比率也逐渐被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所认可和采用，尤其在新兴市场中，它成为了评估投资组合绩效的重要工具。其次，夏普比率对全球金融监管政策产生了影响。随着这一概念的普及，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开始重视风险调整收益率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监管框架中。这种转变使得金融市场的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控制和透明度，有助于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例如，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对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要求更为严格。夏普比率成为了评估金融产品和机构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外，夏普比率的国际化应用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和协同。随着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开始采用这一共同的评估标准，全球资本流动更为顺畅，跨国投资和合作更为频繁。这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广泛的投资机会，也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然而，夏普比率的国际化应用也面临着挑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结构、投资环境以及风险特征各不相同，这要求夏普比率在应用时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本地化。此外，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也对夏普比率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这要求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在应用时需结合其他工具和方法，以获得更全面的投资视角。总之，夏普比率的出现和普及不仅改变了美国的投资和金融市场，也对全球金融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投资理念的转变，推动了金融产品的创新，改善了金融监管政策，并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与发展。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演进，夏普比率及其衍生的其他风险评估工具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引导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朝向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未来迈进。